书接上回，这一次要说到的就是颜色了。我最差的就是构图，第二差的估计就是颜色了。我尽可能的说的准确一些，但大多都是一些经验分享。喷我就是你对，Oh yeah！ 这一次会用到很多大的图，希望他们的粉丝不会干我屁事。先来看看这个，能理解这3条杠是什么吗？它们个别是色相、纯度、明度。先说色相。色相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，我们看到的彩虹啊什么的。再来就是纯度和饱和度，说的就是鲜艳不鲜艳。稍微举个例子，这是饱和度低的图，也可以说它不鲜艳，或者说灰。那这个就是鲜艳程度太高了，然后饱和度很高、纯度很高的图。明度的话，应该就更好理解了，就是暗到亮。那现在应该对于颜色、色彩有个概念了。一般上色的思路就是从这3个大方向思考，要什么颜色，要多鲜艳，要多暗、多亮，也不要觉得太难啦。虽然它很难，但是别畏惧，一点点来，要有自信啊！你是最棒的，你知道吗？那这边推荐大家一本很棒的书，对于色彩还有光线的书籍。至于你问我它里面说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我都是看别人分享色彩都会说到这本书，所以跟着分享了，就是一个跟风 game。但就希望你们能完成我没有完成的事情吧，反正帮助一定是有了，不然那么多人推荐来干嘛？然后再说说色彩搭配，我不确定全不全啊，而且有些图的范围比较模糊，就大概啦。反正画图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美罢了嘛。不要固有思想，你是自由的，我的伙伴。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互补色，注意看色相里面的小圈圈。我一直以为这个叫做对比色，因为就在对面嘛，原来叫互补色。稍微看一下一些例子，一些比较明显的蓝黄啊、紫绿啊，然后就是对比色，这个夹角是能调整的，可以稍微窄一点还是怎么样，也能只是用单侧的罢了。例如红绿、红蓝，然后看看一些例子，也不懂对不对啊，就当做看美图吧。看的时候记得带入思考。然后就是矩形色，反正就颜色比较多，然后对。再来就是临近色，感觉这类型的搭配固有色会削弱很多，更多的氛围，很像是加了滤镜一样。然后最后一个我也不懂叫什么，临近互补色，不知道。我的理解就大概是红橙黄加蓝这种。那现在差不多对于搭配又有一些新的概念了，那接下来就说一些不一样的观察方式 for 我的啦。像这些类型会像刚刚说到的临近色一样，就好像有个氛围涂层叠在上面，所有的固有色都会被那个涂层染上。讲个很直观的例子，很多人会认为橙色灯下的白色物体就是橙色的，其实只是白色本身的固有色很容易染色，并不是它就是橙色的，只是它的上面叠了一层橙色。来做个实验，现在看这张图，对于色彩没有这样敏感的人会觉得这张图都是蓝色的，但是看得出颜色变化的话，会看得出孙悟空是黄色。那它真的是黄色的吗？可以看到我这里细的颜色都是往青色走，偏灰偏暖。这就是一个视觉色差，有些人会叫高级灰，有些人会叫常色，但是这种是客观情况下影响的结果。反正在我这里就是很正常了，不然你把它理解的太过玄幻的话就太难了。简单理解就是画好的固有色加上一层网红滤镜，然后颜色对我来说一定是跟素描关系灰阶是挂钩的，每个颜色的黑白程度都是不一样的，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。然后一些颜色你会感觉看着会比较暖，一些颜色看着会比较冷。像这一些类型的话，就是固有色比较分明了，没有什么被环境影响。当然你要细说里面藏了多少颜色什么 blah blah blah， 那又是另一个东西了啊。那接下来就是说到常色不能绕开的画师，我自己认为啦，应该也不是常色啦，它是直接让你看，也不常。它对于色彩的运用，真的每个颜色都被它玩弄于股掌之中。颜色就是它的游乐园，但是它的构图啊，它的人体啊，什么什么的也是很厉害的。但是这种画法其实有一个弊端，就是很容易把固有色画没。颜色加上去之后，角色原本什么颜色都看不出来了，但是它控制得很好。然后就是说到练习，颜色一般会怎么练习？那就是临摹照片，但是不能吸色，纯靠肉眼观察。当然你也可以画上去之后吸色看看差距，或者看看照片的规律是怎么样的，但不能像超答案一样啦，直接细咬颜色楼直接用，就跟你临摹的时候描线一样，吸色和描线基本都不会进步。那练习的方向又有好几种，一种是临摹的跟照片的颜色基本一样，一种是素描正确的情况下改变一些颜色，一种是用一套颜色规律来临摹照片，就好像前面说到的那些搭配颜色方式。然后有一些点是你在画很多颜色练习以后会 get 到的，例如在暖色里加灰就会看起来像蓝色冷冷的，反之冷色里加灰就会看起来暖暖，就像前面说到的孙悟空一样。然后接下来说说一些人对于颜色的执念，给你们看一些案例，他们喜欢很多颜色都直接往上加，
但其实也没管它的素描关系，就是把喜欢的颜色往上加，抛开素描关系谈颜色就是耍流氓，除非你有实力耍流氓，不然你就是对老老实实。可以看到这张图，我就是没有管素描关系，然后就是往上加各种乱七八糟的颜色，你就可以看到很不和谐，很怪。然后看看它的素描关系，其实也是乱找了。但是也有一种情况，就是素描关系也是正确的，就用图层效果上，但是也是很怪。所以颜色还是要看搭配的，你要整体看上去非常的和谐。就要说到前面说了，你练习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哪一些颜色搭配是合适的。它有一些规律，然后来看看一些正确的案例。虽然看着很多颜色，但是还是能看得出它的调子在那里，大的基调还是一样的。我就可以看看它的黑白关系，就非常的稳。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黑和白是没有任何的色彩倾向啊，所以你要能上色，基本就是灰。所以为什么说灰可以有很多颜色？那说到颜色规律，就能看这张图，脸的颜色分布是怎么样的。如果想要颜色丰富，就能试着观察这些点，也可以看看一些古典的油画，他们那个时期对于这种颜色就很微妙。还有另一种就是非常细节的，但是初学者还是不要碰这种东西啊。如果你连大的关系都没有办法掌控，就更别提这种细节里的东西了。这种东西碰了只会走火入魔，就相当于你连形、前后关系、素描关系、颜色分布、材质什么的都分不清楚，就在那里抠眼睛、鼻子、嘴巴什么的，缩小一看，结果是歪的。这些大能做得到，是因为他们已经对于整体的掌握已经很熟练了，所以他们才能进到细节。所以老实说，初学者基本都还没有进入到细节的这一块。当然，这些说的是比较写实的风格啊。如果是比较二次元的，或者是伪厚涂的，那又是另外的说法。那我这里分享一些自己对于颜色的看法。对于颜色要怎么上，练习时怎么换，我一般都会以结构为首。观察好了结构，再根据分布换上和谐的颜色。以这张图为例，开始可以先分好固有色。头发、皮肤、衣服，然后再看结构。至于这个嘛，要叫二分法还是什么的都可以，主要就是观察分布，简单理解为块面形状也行。然后再看看块面里面还有没有更小的块面，然后再细分。你可以观察我的颜色是怎么加的，我都是以结构理解。如果是二次元伪厚涂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是块面结构的换色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学名，反正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觉得比较好理解。而且你换颜色的逻辑也是建立在结构上，所以看着也不会怪。所以有了这套逻辑的情况下，是不是觉得不管我用红色、粉色、蓝色、青色、黄色，基本都能怼上去？当然在里面也可以用一些不一样的颜色去碰撞啊，像我里面粉色，然后也加一点点青色这样子，这一笔青色真的少。然后再看看这种完全的色调转换，是不是也不会觉得很困难了？只要你足够的了解结构，或者说画面里的各个形状，基本就是对随意的换。反正更直接的说法就是，我没有把画面里的手当作手，只是把全部看到的东西都归纳成形状，再把看到的形状里的颜色换掉罢了，形状不变。然后还有一种加颜色的方法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之前说的对比强弱吗？就是前中后这个东西，有的时候对比，很多时候切分不开边缘。这种时候就能用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做出区分，可以看一下一些例子。但这种就是做得非常微妙，因为它是在颈后。如果你是做得很抢眼的话，你就会抢掉主体。现在倒回来看 Red 的图，是不是能 get 到，在结构准确的前提下，可以换上很多颜色？其实忽略它是一个生物还是什么，很多东西都是形状罢了。色彩这个课题其实很大，能说的东西其实很多。我好像也没有很系统的学过颜色这个东西，说的会比较不那么专业。反正差不多就这么个回事了。然后现在群里的练功房已经是第10周练习了，有兴趣的可以一起进来玩。这期就说了那么多吧，希望能帮到你们 peace。